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大家很熟悉的云顶大马，分析了他们的公司疫情后的走势和最近的进展。那么今天小编我决定来分享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也算是人们的必需品。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说哪个领域呢？这个领域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每个人的必需品，那就是房地产领域。因为每个人都会需要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感受家的温暖，所以小时候小编我都很好奇，为什么永远有建不完的房子？而原因就是因为人口都一直在增加。此外，这几天Bursa Malaysia Property Index 都连续走高，但是这也不代表房地产行业就会一直处在高峰期。毕竟花无百日红，不会有一个行业永远都在上升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房地产领域的产业循环大致分为4个环节，分别是复苏 recovery、扩张 expansion、供应过剩 hyper supply 和衰退 recession。在复苏 recovery 阶段，房地产市场处于最低点，典型的失业率很高，并且有大量的指属房屋。在这个阶段，房地产价格开始平稳，新建筑开始空置率下降。而复苏阶段是一个可以以廉价买入产业的时候。那么在复苏阶段之后，房地产市场将进入扩张阶段，也就是随着失业率下降，物价上涨，新建房屋增加，这时国内生产总值 GDP 处于正常水平，工作增长有所增强，租金价格随着入住率的提高而上升。在扩张 expansion 阶段的高峰期，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将达到完美的平衡。对于那些以折扣价购置房产并进行改善投资的增资投资者来说，扩张阶段是个好时机，因为房产将获得更高的价值。但是扩张阶段导致可用空间过多时，扩张阶段的开发就可能会导致地产供应过剩 hyper supply。 由于经济因素，需求可能会减弱，并且随着租金的下降，空置率开始上升。之后在衰退期 recession， 房地产将会面临供多于求，空置率很高，也随着销售的开始，新建筑通常会停下来，房价会下跌，这使得房屋价格更加可承受。这时减租将变得很普遍，而且业主可能会提供各种优惠。衰退期也是机会投资者的好机会，而之后又会回到复苏的阶段。那么按目前的情况来看，马来西亚的房地产是处于衰退期。若是疫情后国内的房地产需求持续增加，那我们将可能进入复苏阶段。为此，政府也重新推出了 Home Ownership Campaign HOC， 期限是从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在 HOC 下，当马来西亚民众购买介于30万至250万令吉之间的住宅物业时，可享有免征印花税 Stamp Duty Exemption 的福利，而且头期也将享有10% 的折扣。也就是说，假设你购买一间价值40万的自住产业，你就能省下大约接近13000令吉。因此，在 HOC 下，人们在购买 residential property 时可以省下一笔费用，而这也有助于推动这个产业的需求。不仅如此，政府的另一个政策就是免除房地产收益税 Real Property Gain Tax Exemption， 简称RPGT， 而此项政策将会持续至2021年12月31日。那这项政策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出售产业时，我们必须交房地产收益税，但是现在为了减轻 MCO 带来的经济影响，并支持产业发展，政府就宣布了 RPGT Exemption， 而条件就是仅适用于住宅产业。第二是买卖必须在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间进行，而第三就是此豁免仅限于每个人3间住宅。那么这个 RPGT Exemption 将可以促进二手市场房地产的买卖，
此外 Bank Negara 也减少隔夜政策利率 OPR 到历史新低 1.75%， 这个政策也使得购房者比较能负担得起房屋。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低利率环境使得借贷成本 cost of borrowing 降低，所以减轻了购房者的财务压力，以刺激房屋销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近期的房地产大环境。其实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价格走势自2012年就变得缓慢下来，而且房价也有下跌的趋势。但是自从2019年的第4个季度开始，房地产价格似乎有了上升的趋势，但是疫情的突然来袭似乎打乱了这个节奏。那么你们觉得未来疫情好转之后，这个上升趋势会否继续呢？毕竟如今政府的扶持加上低利率，而且众多发展商似乎还一直在开发新的项目，几乎对未来的房地产需求量很有信心。而且 REDA 也就是马来西亚房地产与房屋开发商协会对2021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展望也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面对。此外，虽然房价指数有所下跌，但是在一些城市和黄金地段的地区，房价还是一如既往的水涨船高。那么最近有吸引到小编我注意的房地产事件，就是这一家叫 Symphony Life 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手上拥有很多地皮，而且最近他们在 EGM 通过了一项土地买卖项目，并且一口气卖了6块位于苏艾隆和 Cheras Kajang Highway 旁边的工业地。这6块地的占地面积一共是1700万方尺，大约397个 acres。而卖方就是 Prestige Capital Sdn Bhd， 也就是 Symphony Life 的子公司，而购买方就是 Fantastic Star Hill Sdn Bhd。那说了这么多，到底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当时 Symphony Life 买入这6块地的时候，他们的价值是 109.5 个 million， 可是在他们2020年3月31号的 Net Book Value 也只有 161.62 个 million。但是到了今天，这块地的市值大约在240个 million， 而他们的卖价却高达250个 million， 在9年的时间足足提升了 127% 的价值。而且最近也频频看到各大上市公司买地皮等待发展的消息。那么这是不是代表长期处于低迷的房地产已经开始有复苏的现象了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卖掉地是属于不好的事情，因为公司没钱了。但是在 Symphony Life 的这个个案，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要卖掉他们小小的一块地，就能把现有的公司财务状况大大提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将会用卖掉地的172个 million用来偿还他们公司的银行债务。这不仅把他们的债务减轻，而且还能帮他们省下 6.2 个 million 的贷款利息。从他们的季报来看，他们短期债务只有130个 million， 而172个 million 是非常足够用于还清它的，而且还能偿还部分的277个 million 的长期贷款。这将把公司的总贷款从407个 million 拉低至235个 million。那么至于剩下的62个 million， 他们将会用在他们现有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此外，从他们把这块地卖了之后，公司的 Net Asset Per Share 也将从原本的1令吉62仙提升到1令吉66仙，而这样的 Net Asset Per Share 是跟公司股价有着很大的差价的。也就是说，公司的每股资产价值是高达1令吉66仙，但是每股股价只有64仙半。从财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Symphony Life 这家公司还是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而且当中有的是很早以前买回来的。目前 Net Book Value 也还没被重新估值，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家公司有被低估的现象呢？那么如果你们想要小编深入探讨这家公司真正的价值，配上更详细的解说，请为这支影片点赞并留言 SSS 哦。只要反应热烈，我们就会继续做 Symphony Life 的第2支影片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